揭秘历史人物，讲述传奇人生。这里是传奇人物传的第3期。1907年7月15日，秋瑾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。临行前，他镇定地注视旁人一周，随后俯首就刑，年仅32岁。他的一生如烟火般短暂，却划过了漫长黑夜，为后人照亮了方向。秋瑾原名邱归瑾，小名玉姑，字玄清，东渡后改名瑾，字敬雄，自号剑湖女侠，浙江绍兴人。1875年出生于福建云霄。秋瑾的曾祖父邱家成曾任县令，父亲任湖南郴州知州，嫡母单氏也是名门之后。根据当时的封建礼教，女子缠足是贤淑柔美的象征。所谓缠足，就是用一条布带把双脚紧紧裹住，从而使脚变得畸形纤小，不但过程极为痛苦，日后行走多加不便。5岁时，家人为其缠足，秋瑾心生抗拒。他问父亲，为何兄长不用缠足？父亲回答，因为你是女子，女子嫁人是要依靠丈夫生活的。这时他开始意识到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，女子为何生来要低于男子？这样的念头在他年幼的心里埋下了种子。他不信，他偏是要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，哪怕孤军奋战被世人鄙弃，他也要争一争。秋瑾从小聪颖好学，幼年随兄读于家塾，能填诗作词。稍年长些，便与表兄一同学骑马击剑。他性情豪迈，喜穿男装，爱读侠义史书，最钦佩花木兰、秦良玉等巾帼英雄。19岁时，秋瑾随父邱寿南来到湖南湘潭。邱寿南在当地结识了王殿成，湘潭首富曾国藩的表弟。王殿成见秋瑾清秀聪慧，便为儿子王廷钧提亲。彼时的婚事只能依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尽管秋瑾对婚事不满，也还是嫁给了王廷钧为妻。王廷钧思想守旧，胸无大志，二人在志趣爱好上也并无共同语言。他的先进思想与高洁志向丈夫不懂，秋瑾逐渐对这桩婚姻感到失望。虽然婚姻并不圆满，但好在与婆家双丰合业，她认识了唐群英、葛建豪这2个姐妹，3人常聚在一起吟诗抚琴，论天下之事，后被誉为潇湘3女杰。1897年，秋瑾的长子王元德出生。1900年，王廷钧捐了户部主事的官，携一家赴京任职。在京城，秋瑾曾做过一件在当时可谓是惊世骇俗之举。封建制度下的宅门女子都是在家中听堂会，断然没有敢在外抛头露面听戏的。但秋瑾却是坐着西式的4轮马车去戏园，开了女性到戏园听戏的先河。不久之后，八国联军入京，硝烟弥漫，哀鸿遍野。秋瑾痛心疾首，恨不得亲自上战场杀敌。他曾写道：七世空怀忧国恨，南疆经国亦都谋。秋瑾一家暂回湖南避难的第2年，他的女儿，中国的第1位女航空员王粲之出生。1903年，王廷钧返京复职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。如今国土沦亡，生民涂炭，他忍无可忍。这一次
他立志要走一条前人从未走过之路，哪怕要以生命为代价。回京后，秋瑾结识了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伦的侄女吴之英，二人性情相投，共持清廷腐败，同抒报国情怀，成为至交好友。1904年，在吴之英的资助下，秋瑾不顾丈夫的反对，毅然决然地远赴日本留学。短暂的离别，是为了更长久的相聚。起初，秋瑾在东京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。在此期间，他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、湖南同乡会集会，登台演说革命救国，呼吁男女平权。秋瑾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，与陈协芬一起成立了妇女团体共爱会，加入秘密会，反抗清廷，创办白话报，参加洪门天地会，受封白纸扇。在此期间，他广交能人志士，其中包括孙中山、周树人、陶成章等人。秋瑾曾说，女子必当有学问，求自立，不当事事养己男子。女学不兴，种族不强，女权不振，国势必弱。她以剑湖女侠为笔名，在杂志社发表了敬告中国2万万女同胞等文章，宣传女权主义，号召革命救国。秋瑾于秋季考入青山实践女校，并加入了冯自由组织的三合会。1905年，秋瑾暂时回国筹集学费，分别在上海、绍兴结识了蔡元培、徐锡麟，并加入光复会。1905年7月，秋瑾再次前往日本，进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。在加入同盟会之后，他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他曾写过许多壮烈的革命诗篇，字里行间豪情万丈。例如，拼将10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1906年，日本政府限制留学生结社成党的行为，秋瑾大失所望，愤而回国，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。私下，他一直与同盟会的徐锡麟等人保持密切联系，准备起义事宜。他们希望能与孙中山所策划的黄冈起义、七女湖起义遥相呼应。与此同时，他决定创办《中国女报》，希望妇女们能够摆脱奴隶地位，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同年秋天，为创办《中国女报》筹集经费，她回到久违的家中，与丈夫、孩子们小聚。然而这一次，相见即是永别。临别之际，她与家人断绝了关系，以免他们遭受牵连。看着孩子们纯真的脸庞，纵使心中千万般不舍，她也不能回头。她深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正是因为她太在乎他们，所以她想要给孩子们安稳太平的生活。可是与家人诀别之时，她心中的苦涩又有几人能体会？背井离乡之时，她的思念又有谁可以诉说？1907年，秋瑾负责主持大通学堂校务，并以此为据点，秘密组织光复军，与徐锡麟相约，同时在安徽与浙江起义。1907年7月6日，徐锡麟在安徽起义失败。7月10日，秋瑾得知后，拒绝离开绍兴，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。他遣散众人，独守在大通学堂。人不能选择为何而生，总能选择为何而死。13日，清军包围大通学堂，秋瑾被捕。14日，绍兴知府桂福
会稽县令李瑞年和山阴县令李中岳3堂会审。秋瑾在大堂上泰然自若，否认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。贵府无奈，只好命李中岳将秋瑾押回山阴县署继续审问。第2日，李中岳奉命提审秋瑾。李中岳欣赏女侠的才情与为人，他非但没有对秋瑾用刑，还待其如上宾，让秋瑾坐在椅上。这情形不像审讯，反倒形同会客。最终，秋瑾在供状上只写下了7个字：秋风秋雨愁煞人。贵府得知李中岳徇私包庇秋瑾后，连夜面见浙江巡抚张曾阳，得到了斩首秋瑾的手谕。李中岳据理力争，却无济于事，只能服从命令。秋瑾早已预料到这一切，他向李中岳提出了不脱衣等请求，李中岳答应了他。秋瑾就义后，无人敢为其收尸，好友吴知英冒死将其尸体偷出，并埋葬在西湖湖畔。而奉命监斩的李中岳对秋瑾之死深感愧疚，无法释怀，在100余日后也自缢身亡。秋瑾逝后，孙中山为其写了挽联：江户史丹臣，感君首赞同盟会，宣庭洒碧血，愧我今朝侠女魂，并题词剑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。秋瑾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与女权运动而奋斗，她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1位女烈士，也是近代女权运动的先驱者。秋瑾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女侠曾说：我此番赴死，是为革命。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，当从我秋瑾始。纵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，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。我此番赴死，正为回答革命所谓何事。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，给孩子一个温和宁静的世界。纵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，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。我此番赴死，是为革命。死并非不足惧，亦并非不足惜，但牺牲之快之烈，牺牲之价值，竟让我在这一刻自心底喜极而泣。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鱼豆酱的视频，请关注点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